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姐妹进化论，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我是主播儿丫。嗨，大家好，我是主播 Amy。我们今天想来聊一聊关于幸运的小 tips， 希望我们还有我们的听众能在2026年都很幸运。对，关于幸运这个话题呢比较广泛嘛，我们今天想聊的呢是幸运不是一种概率，而是一种能力。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一碗营养的鸡汤，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听完这一期过后，就在今年有意识的去这样试一试。当然我相信一定会有幸运的改变的哈。是的，你知道吗？最近祈福很火，而像北京的雍和宫，然后杭州的灵隐寺，还有泰国的所谓小乘佛教吧，祈福的人都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不管是上香啊还是上坟，都会求一个平安、健康还有好运。其实每一年除夕晚上12点的时候，寺庙的头香都很旺。我觉得无论我在哪一个城市都一样，而且头香的价格其实都挺高的啊。对，但大家都还是非常多的人要去上头香。你有去过吗？我肯定有过，大年初一去过一次，但人就是你说的特别多，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凑热闹了。之前我专门查过啊，我记得是民俗学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就是说仪式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文化缓冲器。当时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新年祈福它是可以对自然风险有一个主动的应对，就比如说少一些火灾或者水灾之类的，来保证我们粮食的一个丰收，大家可以有饭吃嘛。但咱们中国人的血脉基因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后，祈福在现代社会就转化为对职场呀、健康啊等风险的一些象征性的一些管理了。是的，是的。也包括我，比如科学解释不了的时候嘛，就要去信一点。对，但又不能很信。对，我可能也是年纪到了，血脉自然就打开了。可能年龄到了，懂得信命了。前两天咱们俩还在说这句话，但是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你认同不？我认同啊。因为命运嘛，命和运它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是命呢，人生定下来的，但是运也是可以改变的。对，认为啊，就像我们今天聊幸运是自己争取的，对，所以即使命不太好，也有最优的解，可以获得最好的运。是的，是的，就你这句话说的很好。我觉得包括大家在除夕或者新年去寺庙上香的时候，其实这个玄学的内核也是在咱们传统观念当中，时间是循环的。因为除夕它是一个旧气运的终结，就一年的终结嘛。初一呢是新气运的一个开端，这个交界点它就会被大家称之为太岁交界，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一位太岁星君当值。此时天地间的一个能量混沌初开，最为清明，也最容易与神明沟通。其实就是在新旧交替的时候，祈求一个新的周期的庇护吧。是的，所以头香其实就是开年的第一运，象征着新年成为第一个你将心愿传达给神明的人，那你的诚意和你的优先权都被认为成为最大的一个眷顾嘛。那我做的还不够，但我认可敬畏未知的。是的，我觉得现在的新年祈福，其实一个就是对新年生活的顺遂，包括健康、平安、快乐的祈福，针对未来的一些复杂性风险的一个祈祷。就算遇到我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也能逢凶化吉，个人掌控感降低了过后，对心理的一个安慰，对风险的一种对冲。包括我妈也特别的喜欢去寺庙，她是到了各个城市她都会去寺庙里边逛一逛那种，包括谢老师也是这样子，特喜欢逛寺庙。那我妈曾经也给我说过哈，多去寺庙不是说真的要去迷信什么，而是一种环境的切换。就像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生活的地方其实人很密集，包括上班写字楼、上下班地铁上，回到家也是一个高层建筑，所有人其实他都是行色匆匆的。那你去寺庙里边闻闻香烛味啊，听听撞钟，其实也是一种对心理的一个短暂的抽离，短时间平静一下烦躁的内心，它其实也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方式。是的，尤其是像请香，然后礼拜、静思、许愿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要求大家放下手机，专注在当下，进行一种类似于心流的这种虔诚的状态吧。自己和自己对话，我比较倾向于心理学上的这种暗示，就比如
喝茶静心，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对。虽然我不会去上头香，因为人真的太多了，但我还是会在新年的时候主动的去爬爬山，因为寓意新年宜登高嘛。然后或者是找一个人不多的时候去寺庙里边待待。我会觉得在充满未知的世界里边，人多少会有一些期待和恐惧。就像我不知道我2026年到底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事儿多还是坏事儿多我都不知道。那我就自发的主动的去创造一些象征性的一些仪式，为自己注入一些希望呀、勇气、平静这些情绪在里边。这或许我觉得就是祈福背后真正的一个幸运玄学的由来吧。那你觉得幸运是不是一种玄学呢？因为我是一个极致的 T 人，我觉得幸运是一个心理学，就是一种可以主动的去塑造的一个心理现实和行为模式。具体怎么说？就比如说我今天还在给我男朋友说，我说以后每周我们都去买一张彩票，连续1年。我做这个事儿呢，不是因为我对中大奖有什么执念，因为我算了一下，全年总共花费也就100块钱。但是这个能给我每周带来一丝丝的小期待，那就算不中奖也无所谓，毕竟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小概率事件。只是说这个小小的期望，我就去试一试，万一呢？万一我偏财运就好了呢？我不求中个几百万的大奖，我中个几千块钱我也很开心啊。而且最后不中也没关系，这个我想好了的，我也不会不开心。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把我未来有钱这个事儿压在买彩票上边，我只是想给我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点不确定性。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制造了另一种心理，就是为什么中奖的人不是我。就如果有这种心理的话，反而我会不开心了。就只是增加一些小幸运在里边，有就好，没有无所谓。那我们两个有点不一样，我从来不会主动去买彩票和刮刮乐。但我理解你应该是比较喜欢从这种小的期待里面去获得一种参与和体验的感觉。不管说是中多少钱嘛，都会开心。对，就会有一种幸运的感觉。对，就是如果我中了，我就是那个幸运儿，我很幸运。如果没中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幸运留在了其他更有价值或者更大的事情上边。我喜欢这个想法。我是如果呢知道做一件事情可能性比较低或者非常低，我就宁愿把时间和精力就花在我认为有确定性的事情上。所以你这是另外一种掌控感，是吧？对，即使可能不一定成功嘛，但我觉得可以吸取一些教训经验的事情，比如说像最近炒股。但炒股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一个事情。像我公公上周跟我讨论了一个问题，就问我炒股是赚的偏财还是正财？你觉得？我觉得偏财啊。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潜意识里面跟你想的一样，我也觉得是偏财。后面我发现我有点片面了。如果是靠只是运气那就肯定是偏财了，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说结合了技术面还有知识层面的分析，那我觉得是应该算正财。这有一点点的点到我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一点。因为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就给我分享他最近的事儿嘛，他就给我说到他有一个女性朋友，当然这个女孩子家里边条件还行，一直没有怎么上过班，但这个女孩子呢，她有一个爱好，就是勾勒毛线，就是给很多玩偶去勾勒她的围巾、帽子、衣服，这些类似于比如说去给拉布布做衣服这种类似的但是它这个玩偶不是拉布布这种，它的价格还是比较高，一个玩偶大概4-5千的样子，很贵，就人形娃娃。然后它是勾勒围巾30，然后我问一下这个围巾大概多久，它5分钟勾出来。一个帽子可能120，一件娃娃的大衣可能400。他这衣服帽子这些价格跟我们穿的价格对差不多了。他就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就去开了一个团，这个团呢就教别人怎么去勾勒衣服的一个图文，就是在微信上边的开团的那种。他说他1个月的收入都是1万加以上，很厉害了。而且他不用上班，其实也是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状态了。对，再加上他可能因为是爱好，
对对对，本身又爱，所以反而就更专注，更可以干成事情。对，其实他本身起点就可能已经超越很多人，所以他不会那么焦虑。是的，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说挣钱就是好运，只是当一个人我觉得他有个人的爱好的时候，同时有养足自己的钱，状态就会很好，他的好运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我其实更相信幸运是一种心理学加行为学。所谓运气好的人，通常都是那些愿意拥抱更多可能性，进行更多尝试的人，参加更多的活动，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你对未知的世界有好奇心，就像你会愿意去接受炒股，去学习，去试试。你的直觉也会告诉你，我的这个性格或者习惯可能不是很好，它没有对或错之分，只是我的这个性格或者习惯不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好运，不会让我去和很多人产生一些链接。然后你就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去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巴斯特的一个名言，机会它会更偏爱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真理。我超级认同。就一个知识储备充足、技能娴熟、保持敏锐的人，你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才能瞬间的识别到它，去抓住它。对对对，而且你知道章泽天最近采访刘嘉玲的访谈很火，你听了吗？你是不是在我家安监控了？我昨天正在听。最近这个真的很火，我也去听了。但里边有一个细节很打动我。刘嘉玲说她参加无线班选拔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刷了嘛。对对对，对，她就去找考官去谈判，要求第2年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努力的练习粤语。然后没想到第2年就真的收到了面试通知。刘嘉玲说她当下就觉得香港是一个超级有温度、有信用、有契约精神、有仲裁的一个城市，但是她这1年根本没在练习粤语。所以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有发生过，因为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第2年真的会通知到我，以为这个机会我已经丧失了。但是我就觉得不同的是，他没有埋怨自己，而是又从容的去参加了这一次的面试。当然他的粤语依然不过关。是啊，因为粤语真的挺难的。对，但他还是很有勇气和考官去谈判周旋，去说出他的要求和去周旋，让他暂时入选了。如果最后他的台词考核依然失败，他随时走人。是啊，这个挺真实的。哪怕他很努力的取得了第一个机会，但因为粤语的难度他没有办法达到，对，那就真的需要更强的这个意愿，后面再去支撑他，再继续去学习。对，学习力也很考核，还有自驱力。就我从他的这个故事里边，我再次坚定了，第一个，人生的容错率其实真的很高，太完美主义了，他反而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优点。而且机会是给每一个深深相信自己可以的人。就像刘嘉玲，她非常相信自己可以，她自己都在说，她相信自己除了文化和语言之外，和其他任何人没有差别，她不比任何人差。所以她才有这份自信去和别人谈判。就包括星爷嘛，在社交媒体上边也分享过一句话，我们总是仰望大人物，是因为大人物从未看清过自己。是，不是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吧？对，就这句话大家都在说烂了。不用怕自己不行啊，因为大家都在装。对，就只是比谁装得更像更好。对，还有人说装着装着我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你看刘嘉玲这个事情，我会觉得不知情的人可能会觉得哇，他好幸运，因为他自己也在访谈里边说，因为别人参加这个选拔是要考试的，但他试都没有考直接进了，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关系户，就觉得他很幸运，他背后有这个机会，其实他的这份幸运是给他自己争取来的，准备与机会共振的一个结果。那有些人他可能别人说你怕死了，那我就走了，那你肯定就抓不住这份幸运，就没有了。他压根儿自己内心都不觉得自己配得这个位置，所以他就会转身就走掉了。他不觉得这是个机会，他看不到这个点，属于他在盲区里边，那他根本就没法去抓。是的，他这个抓手都没有留。是的，做很多事情呢，反正也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吧，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了。是的，我也给你分享一个事，我有个朋友，他就很爱看书，也很爱考证。这几年不是珍珠啊、翡翠还有珠宝、财宝很火嘛，他就考那个 GIC 的认证，其他证书他也考，最近他还考了国家认证的心理学。我就觉得他简直是一个考证达人。他也像你说的，他很愿意去接触不同的人，拓宽自己的视野。这2年呢，他
跟我讲他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也都挺不错的，我就觉得好棒啊！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外向的人，直到有一次我跟他对了 MBTI 之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个 I 人。他也以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结果我也是 I 人。但我觉得你很明显是一个 I 人啊。他觉得我是外向的，可能我们两个相对来说熟一些嘛。我就看到网友有为 I 人辩白，就说 I 呢就内向，它只是一个性格，外向的是能力。是的，是的，懂得社交，我觉得是一个能力。对，你之前就给我说过，你虽然性格相对内向，不是很喜欢社交，但是你发现外向的人真的会运气更好。对呀，外向的人他可能获得的机会更多。对，我其实是为了这个。所以你会在有意无意的上面去让自己善于社交，也在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这个也能看出你非常愿意的去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我在你身边，我能看到你的这些，那别人也能看到，那你的相对来说好运降临的机会又增大了一些。所以我真的是发现很多幸运的人其实都挺灵活的，而且主动，也比较直接。就还有一些词我也很喜欢，像野啊、大胆啊，还有敢，然后有趣，不在乎、真实、无惧，这些词都很美好。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博主叫王慧玲，但她现在已经被封了。因为她的言辞比较极端吧。还有一个作者叫上野千鹤子，是日本的一位已经是个老奶奶了，她曾经是东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两个人呢的背景和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核心主张是相似的。就比如说反对性格的双重标准啊，还有切割原生家庭的负面束缚，还有强调女性应该实现自己的经济独立，而不是说依附伴侣啊、家庭。这三个观点我都很认同，但是我并不是说想在这里聊他们的观点啊，而是说我想说看到他们的这个形象。我先声明，也不是说我要为这个王慧玲博主发声，因为我知道他很多言辞挺犀利的。是的，而且他特别绝对性。对，他就有很强的一个对立和煽动性。我之前看他的视频，我是非常喜欢他身上的这个野和大胆，还有不在乎，他也很真实的这些特性，他给我了很强很强的那种生命感。这可能跟他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吧，他也许是想用自己的这种犀利言辞去骂醒一些还在沉睡的那种姑娘们，因为他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走出了他原生家庭的泥潭，并且获得一些小小的成绩，所以在他看来，他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幸运，我觉得也没错。是的，就是你其实喜欢的是他们身上的给你的一种感觉，对，就是他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所以之前我也看过他的一些直播的切片，他其实说的就是相对绝对，所以言辞会激怒到很多人。对的。然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特别在这个地方想聊他，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贵人磁铁。就很多人很愿意无偿的去帮助他。然后他是这样子的，就他长相还不错，身材好，三观好，就他经常遇贵人。但你知道长相好、身材好、三观好的人多了去了。那为什么别人遇不到？因为我和他关系很好嘛，我就会去观察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发现幸运它是一个能量的载体。首先他经常大方的展示自己，这个其实就给自己的好运留了一个抓手。你要大方的展示自己，出比你自己的优点，然后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和别人侃侃而谈啊之类的，别人也会更了解你，然后也知道该怎么帮你。其次的话就是他个人大大方方的，不扭捏不矫情，外在形象收拾得很好，给人很干净。常年他自己也喜欢健身嘛，所以精气神也很棒。最主要的是他自己，他基本上是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拥有的事情上面。他经常给我说，不要去跟别人身边的人比较，比如他怎么有我怎么没有，工作为什么他就可以这么好运的，他的业绩就可以完成，而我这么运气就怎么这么差。他就说你不要把你的关注点放在别人身上，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往下走，那你做到了就行，没做到的话你也知道自己在哪儿缺失了。业绩好的时候你和别人对比，你觉得自己就会飘，很容易飘，你觉得我比别人优秀。你如果业绩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很焦虑，因为你的焦点在别人身上，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他之前就经常给我说这些。你说的这些都好对啊，特别是
她经常大方的展示自己，这一点好打动我。理由其实跟我刚刚说的那些鲜活的词是一个样的，因为我觉得东方我们的观念里面很难去做到大方的展示自己，对，也不知道我们在怕些什么。是的，我就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稀缺的、很有魅力的状态，也是我很追求的状态。就比如说我曾经，因为他现在自己做事儿了4、5年了嘛，因为现在经济行情不稳定，他的收入相对也不会稳定。那你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会给人带来很多焦虑，不像上班。是的，我每个月定期到账，再加上他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就一直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焦虑吗？因为女孩子到了年龄过后，再加上你没有稳定的收入，很多你身边的声音就来了。他就说他现在是处于躺平阶段，凭啥焦虑？他说如果他休息得很好，他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那收入减少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每天很忙，像鸡血一样上班，收入还减少，他说这才需要焦虑啊。对，而且他说所谓焦虑其实是最没用的一个情绪和存在。当然人我觉得难免会陷入焦虑的时候，我经常焦虑。他说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去健身，因为他健身很长时间了嘛。他说他觉得健身会带给他的效果不仅仅是身材上边的，还有情绪，你会全身心的投入在健身那个环节。因为它是撸铁，撸铁的时候你就会想啊，我这个时候我的大腿肌肉用力，你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块肌肉上边啊，就很专注是吧？对，就很专注。其实就回归在了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无论我去请香或者我喝茶，我都是想沉浸在当下这个时刻啊，包括冥想。对，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我马上搬家，我要锻炼起来，我要对我的身体好一点。我之前不是给你说我非常喜欢和他见面，我不是还约过说我们一起去见见嘛？就是因为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些很平和的能量，就真的不夸张哦。我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除了会分享最近的一些事情，他会给我讲很多朋友啊想法之外哈，他主要能给我带来一种很稳定的感觉，就会让我当下很沉静。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聊完天了过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是向上的一个动力，就我可能开车回家听歌都是听的很积极冰冰邦邦的音乐，就会很奇妙。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哇，生活其实真的挺美好的，然后我回去要怎么好好努力，就会给你这种很正能量的感觉。是它营造出来整体的氛围是很chill的吗？你肯定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比如你和一些人聊天而那些人总是能从一件事里边精准的注意到不好的部分，然后阐述给你。比如今天下午我出去干嘛了，然后说多烦，那个事情怎么的不好，我当时路上遇到堵车，完了过后好烦啊。他可能只是随口的一句抱怨，但是你一来就扑面而来，感觉到那种感觉是会让你不好的。你听多了会疲惫。但他不会说这些，他偶尔也会说我昨天和朋友去吃了个饭，去哪里吃的，如果不是因为他，我肯定不会堵这么久的车，堵1个多小时去吃。我懂了。他也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你从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他的情绪。他不是带着情绪去说话的，你还是能感受到稳稳的淡淡的，包括说话语气的快慢各个方面都充斥着稳定就很温柔很舒服。对，再加上他会大大方方的展示自己，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整个人是打开的状态。打开的状态过后，他身边的朋友肯定也会和我一样有比较好的一个感受，所以他会经常遇到贵人。我觉得这不是幸运，这也不是玄学，这个就是一种能力。对，而且我觉得贵人也是人吧，对，也会羡慕他的这种松弛感。对，所以我最近就希望，因为2026年开始了，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有一份改变。我希望年底的时候，无论成功与失败，我一定会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大家一起监督你。就我发现性格软一点的女孩子真的会更好运。你怎么观察到？就我观察到那些在生活中性格很好的就女孩子，她特别运气也会很好。就她们可能身上有一种共同特质吧，她不是强势，而是一种柔韧感。你不是说她软弱一定不是软弱，但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坚固。那我这样子来说吧，我知道了。你也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你推荐过一个恋综，当时里面有一个很高段位的女孩子，我跟你说她说话
好软绵绵啊，但是绵里带针，句句都能说得到点上，但是用最温柔的话把他最想表达的观点很犀利直接的表达出来。对，然后别人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很有智慧，然后她又很温柔，对，然后还很愿意的去帮助她，是的，因为她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是她用了一种最温柔的方式，这是一个高级的段位。对，我就想表达这种意思，你知道吗？环境很重要，圈子很重要，对象很重要。当然，这个对象无论是朋友、同事或者男朋友哈，就像你和对方说话的时候，往往对方的态度，他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你的态度。那我之所以有这个感触的原因，就是有一次我和我朋友聊天，他就在给我说他和那个勾勒毛衣的女孩子相处。我那个朋友这样说，你会发现他和我说话，就是我这个男性朋友和我说话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宝宝宝宝，很少，几乎没有哈。但是他和那个女孩子，他可能一开家门，宝宝我来了。我就觉得臣妾做不到啊。对，但其实这个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包括我现在也不会做到，就我不习惯这样教。对，性格不同。对，性格不同，但是你会觉得他们的相处就很好笑又很随意。虽然我从不呼称宝宝，但我朋友也在说，他会在和他相处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会更随性一点，他自己可能自己的感受都是我可能放松了。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没有对错，只是说我可能会有意无意，我自己都没有给别人意识到的是会让别人很拘谨。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环境是自己创造的。就比如你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别人一句无意的话，你立马会觉得是冒犯。回给别人的话的时候，哪怕你自己认为没有攻击，但别人也听出了你的攻击部分的，听得出来的，因为你防御了。是的，你的防御别人是听得出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带着情绪说话，别人能听出情绪。我很认同这个。那是不是小竹身上就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温柔且平静的智慧？他曾经就因为我和他认识很多年，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时时刻刻的防御。真的吗？就是你可能一句话他会马上开始防御，但现在你会发现他真的温柔平和了很多了。所以我其实觉得性格软一点，它的底层逻辑在于，第一，你没有这么多的防御，别人更愿意和你相处，相处会更随意，就会更开心，因为人都喜欢让他感觉轻松的人在一起。对，我很认同。以前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聊着话题就开始变得沉重了，但其实这种你们不是对，你们不是想这样做的。对，但我现在就发现有的时候不要去聊这种挺沉重的话题，因为大家本来现在聚在一起就不容易，吃个饭还聊得那么沉重，好像也不太好。对，现在会尽量的避免掉这种话题。就我觉得包括你有的时候不聊到这种话题，可能转念你几句给别人的安抚，转念的安抚一下，别人也可能会就这个话题就过了，或者也会好受一点。对，就或者是你说话，比如说我无意的冒犯到了你，你也不会上纲上线，你可能柔和的提醒，又或者是你压根就不在意，你根本就不往心里边去，那我也会更轻松的和你讲话。是的，而且人性嘛，都是趋利避害的。对，你说的这一点也很有启发到我，就是攻击性要非常克制的去释放。对，而且要分场合。是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防御模式。对，只是我觉得真的不要时时刻刻的去防御。现在的人都很敏感，他坐在你对面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你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防御。对，肯定的。那你觉得他是幸运的？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幸运体质？我觉得我有些方面是幸运的，就我幸运的部分是我感谢我的基因，我的基因我觉得真牛。就因为我小时候长大是放养长大的，真的是全凭自己自由生长的。我觉得我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就如果我小时候长歪了，它就真的歪了，而且你小时候没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你不知道自己会长歪了，所以当你发现了过后，它可能没法掰正回来了。但我不知道为啥，我从小开始我就隐隐约约的全凭直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全凭直觉觉得自己要走哪条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一旦发现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不对或者路不对，我就会小时候自己去寻求周边的帮助。
因为小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能力给自己做主。对，有的时候直觉是挺准的。对，直觉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我就去寻求帮助了过后，然后我就掰正回来。现在长大了，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就这个我就觉得这份是我的一个幸运，我没有把自己至于到我无法接受的自己的地步。是的，是的。如果非要说幸福有公式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敏锐的捕捉力，然后再加主动的连结力，还有正向的行动力，是不是？对，你捕捉力加连结，再加最后行动。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对啊，你从小到大成长就是这么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嘛。但我觉得我的行动力还是差了一点点。慢慢来吧，没有说什么一下就什么都好了，对不对？我觉得就从我买了房子入住进来，我就会开始逐渐的觉得，自己好幸运啊。就因为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的可以完全的靠自己的能力去买一个这么大金额的产品嘛。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状态特别好，能量特别高的时候，早上起床我抱着我家的那个墙壁，抱着我的那个墙壁，对，我就觉得哇，你好棒啊，你买了这个属于你自己的房子，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自己能量很高，才会有这种意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你真牛逼，然后再去回忆小时候到长大的这个过程，就发现是自己一直在纠正自己。好棒啊！你的幸运我感觉是藏在你每一件努力的那种过程事情里面，慢慢积累变到你现在有自己的新房子，这种很难言语。但是你知道当时毕业出来住在家人的房子里边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家人经常就会说，你已经够幸运了，你毕业出来都没有让你租房子住，你还要怎样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这些话毫无感觉，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幸运。是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对比吧，可能。但你那个时候经常有同事或者同学都在自己租房子，就包括我姐也有在自己租房子，但你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当我拿到一点小小的成就了过后，有了一些正反馈过后，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做成一些事情过后，再去看已经拥有的部分，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好幸运了。是。所以现在你会突然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出身比较好，就是家里边没让他因为钱担心过，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幸福啊。对，他没有对比啊，就他没有自己去争取过，对，就自己的能力去达成过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还是靠自己达成什么事儿了过后，这种幸福指数是最高的。有道理。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幸运的？我读书的时候不是，但现在肯定是。为什么？我读书的时候学得不好，然后玩也没玩好，两头都不在。那现在为什么你觉得你幸运呢？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掉进了马太效应的这个循环。马太效应，就是如果你好，你就会更好；你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更不好。有一本书叫《反脆弱》，里面有讲到一个观点，就刚好和我转运有关，人为的引入随机性。我听过这个理论。对，特别是多给自己制造有利的机会，就像扔硬币一样，有2次，只扔2次，然后但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其实你有可能接近于100%。对，但如果你扔100次，你的正反面的这个概率基本上就是50%，对，50%嘛。所以如果你现在运气很不好，你觉得自己运气很不好，就要更多扔硬币，多增加这个不确定性，那生活一定会带你回归君子的呀。对，你这个说的很好。如果你运气好的时候，你就保持现状，继续运气好。对，就如果你运气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可能就引入好运了。对，所以我其实是高中毕业之后被动的进入了这么一个新的阶段。我家里面人就开始放养我。我出国读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带父母的信用卡副卡，然后我就没有。当时是在书店，同桌的一个姐姐听到我在打电话，然后我说我没有卡，怎么样，她就跟我说她上班的地方这个银行卡可以办那种境外可以免手续费提现的。书店同桌的姐姐，当时在书店里面看书，相当于你不认识不认识她，然后她主动跟我打了招呼。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好运啊。对，然后后面我们关系也都还挺好的。还有就我出国前1周，我去朋友家里面玩，他妈妈就问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就说我还没有买行李箱。但这件事情我其实都忘记了，还是最近他结婚，然后婚礼上面他妈妈又在回想，他跟我们讲的。然后他妈就说，当时我心里面在想，
这个小孩他父母不怕他一个人在外面走掉啊？事实证明，其实我爸妈真的心还挺大的。但你妈为什么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些呢？他不管吧，别的同学都结伴一起飞嘛，我就自己一个人买票，然后从成都飞的北京，北京飞的德国的法兰克福，再转去的法国图鲁兹。那你当时没有害怕吗？不觉得呀，那个时候太小了，就觉得是顺其自然的一件事儿。真的是顺其自然。现在回想过去，我如果有自己小孩的话，我都会担心，但我父母没有表现出来，然后我自己又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事情啊。那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觉得当时的你自己很强吗？有一点点。那你是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你现在又是很幸运的呢？潜意识里应该很早就意识到了。从遇到法国室友 Kevin， 我老公还有我工作之后，我慢慢就加深了这种感觉，形成了习惯的这种思维。如果遇到挫折的话，我就会首先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大概自己占70%吧，然后外部客观的原因占个30%，其实就是反思自己有没有问题。对，我会先想我自己。像我跟 Kevin 虽然相处得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对骂过。因为就我们之前有聊过的那个 Kevin 啊，对，法国室友。是的，因为他怀疑我偷他支票本，一开始他还很礼貌的询问我，后面就是短信的骂我。我就肯定不服气啊，因为我是被冤枉了嘛。然后我就跟我们一起合租的那个女生就帮我跟他一起理论。后面刚好他自己就不知道从哪里又找到了这个支票本，他就来跟我道歉。就类似于这种的事情，我就从来不会想是我自己运气不好。对，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出来和你们租房子？我为什么运气这么不好，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室友？对啊，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结果对，就觉得我为什么要遭遇这些？为什么是我？对，但我没有嘛，我就后面告诉他，我说请你把你的门锁好，东西收好，就不要再冤枉我了。我想着反正就是个室友嘛，我们又不是朋友。结果法国人就很吃这一套，你越是软软的，他要欺负你，然后如果你硬起来，他就还挺好说话的。就后面呢，他每天嬉皮笑脸的拉着我在厨房里面吹牛，还给我炫耀他约炮的战绩，还挺有趣啊。对，然后他后面买了新电视，他邀请我看，还送我法语书，这样等等的。当然我也有礼尚往来，我就偶尔做一点可乐鸡翅匀给他。他们每天都吃白人饭。他喜欢吃可乐鸡翅吗？他很喜欢吃，他们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反正白人饭本来也不好吃吧。他也喜欢拉着我聊天。我第1年口语的法语考试几乎考了满分，我就发现我真的和高中变化了很多，而且变好了很多。对，其实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没有屏蔽外界的情况下，你打开了自己，就是你不会说把外界的一些想进入你生活的一些部分全部屏蔽。是的。那这样子的话，虽然可能会进入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骰子原则，当你足够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好运也来了。就知道这个 Kevin 的话，前几期我就聊过，我对他非常感兴趣然后包括他最后给你的也是一个让你看到了和一个法国人一起住起来过后他的一些有趣，和最后你的法语考试很满分。他挺好笑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玄学和科学的一些交界处吧，也是一个最迷人的地方。就我觉得吸引力法则的心理学内核，其实这不是魔法，就当你的注意力已经在拥有的事情上面，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包括刚才 Kevin 这个事儿也一样，你的很多注意力其实是最后回想起来，你们俩一起互动，最后你的法语考试分数也很高。因为形成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过后，你的认知、情绪还有行为就会形成一致性的一个闭环。是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马太效应，事情就会越变越好。对，坏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认知上，你觉得好事会发生，所以在情绪上，你相对会更加放松、自信。最后行为上，你也更愿意的去探索、合作和坚持了。对，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对，这种状态我觉得会让人成为一个幸运的磁铁的朋友们。就你真的去释放出你的开放、你的自信、大方的一个信号，你就会吸引到他人对你的一个欣赏、你的合作，还有对你的帮助。当你的好奇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敏锐，你会发现一些别人可能会忽略掉的机会。
即使遇到挫折，你的韧性也会很强呀。包括我一直秉承着万物皆为我所用的一个信念，知道这件事儿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哪里没做好，不够努力，或者自己不够谨慎导致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我知道了，没下次了，然后翻篇，一次一次的修正，好事发生的概率也会提高的，因为你错误的一个决定已经减少了。是的。所以你的信念真的会改变你的行为的，改变你的现实，这个就是别人最终看到的，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啊，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不属于幸运的体质啊，那你听到这里就简直太幸运了。是的幸运体质可以训练呀。对，真的可以。我最近在听罗振宇在一个采访里面说，愿力是大于业力的，再大于能力，我也是超级的认同。因为我个人就觉得这句话就是关窍，首先分类了，其次还排序了。对，就像这2天我朋友天天监督我拍视频，他一直就在说我只想不做。我说我只是对拍视频这个事情无从下手，我没有肌肉记忆，我不知道该怎么拍，感觉很茫然很无措。然后我说我知道愿力大于业力大于能力嘛。他说你就是没有愿力，要是有愿力的话你已经动起来了。因为现在我拿着收入，对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紧迫，而且这又是一件自我驱动力很强的事情，没有人来监督我，没有人告诉我今天晚上要交视频哦，我就会拖了又拖。他说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离幸运更远的一种错误方式呢？如果我想到了立马的坚持做了，执行力很强，那么我不断的循序改正我的视频，我的视频爆了，那我就会开心的觉得哇，我好幸运啊。但现在因为一开始我有了畏难的情绪，不想做，那永远就不会有这份幸运的概率了。对，愿力不够强。是的。那他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单纯处于分享的吗？我觉得现在只有你真的喜欢，你才能真心的分享出来，并且把它坚持下去，就像我跳舞一样。对，有道理。所以我感觉好像愿力这种越纯粹越好啊。是的，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聊的祈福为什么那么火呢？就是因为它就是愿力，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大家都没有愿力，那也就说明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没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对，那最后面这个业力和能力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对，我就觉得这个总结得很好。是的，所以第一步就是找自己啊，找自己的能力啊、愿望啊，还有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你用排除法，剩下的就是你可能喜欢做的事情了。我以前我就有强烈的控制欲，我就喜欢管我老公，现在我就把我的这个欲望挪了一大部分给股市，然后我老公看我现在每天都要看我的电子男友直播，还然不高兴。因为我喜欢复盘总结嘛，这个事情我感觉就很适合我。他为啥不高兴呢？他就说老公只能有他一个，所以我现在就改成电子男友。所以你之前说的是我每天要看我电子老公了，然后因为他不高兴了，所以你就把它改成我每天要看我的电子男友了。第二步不就是业力嘛？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让 AI 帮我科普了一下，他就说是最早古印度的一个宗教文化，后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行为和结果的循环反馈，也就是因果。有点听不懂。我之前也不懂，就是因为听到罗振宇说了我才去专门查的。然后我就刚好想到最近炒股收获还挺多的，但是为什么呢？就不管是这个经验还是金钱，首先我非常爱赚钱，从去年开始吧，我就每天要学2个小时左右。它的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循环和反馈，它其实就是业力。中间我也有把这个盈利的部分全部吐回去，然后心里面就好难受啊，眼睁睁看着这个钱就归零了。我就相信合格的韭菜应该都要经历这一步啊。这个时候第一步的愿力它又来了，就如果说你的愿力足够的强，它就可以支撑到你走入这个循环和反馈。如果愿力不够那么强呢，可能第一步就放弃了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你炒股票这个事情，你每天不断的循环反馈，就是你每天学习，你每天不断的去看 K 线图，那不管你成功与否，这个都是业力。对呀。然后因为你中途你的愿力够强，所以你一直在坚持这个业力。当你时间够多，经验够丰富的时候，你炒股的这个事就转化成了能力。
啊，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当然我个人的兴趣也在这里，也有兴趣的关系。所以其实像我中途就放弃了，可能你个人没有那么感兴趣，就我愿力的不够强。也是，而且也有点像我很难拍照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其实认知都还挺清晰的。既然不是那么喜欢，也不是那么擅长，就不用浪费时间，挺好的。那明白了啊，这就是第3步嘛，就是调用现有的认知来做决策，就看这个循环是否值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才走到了第3步，就是能力，因为认知其实也算能力的一部分啦。所以我其实想具象化一下这个愿力、业力和能力，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更能明白一些。就能力它其实很重要，它只是一项技能，它能决定我们走得有多稳。对对对。然后业力呢，其实我认为它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一个初始条件，原生家庭、过往习惯或者外在环境的合力都算。它就像是一个路况，它能决定我们起步时候的顺利。最后是愿力，为什么愿力是最强的呢？就是因为我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最炙热的那个为什么，你想起来都会眼睛发光的一个画面，是你穿越风雨都想去抵达的一个方向，也就是你的一个心愿、你的目标。它就像你生命的一个导航或者发动机，就是让你可以无限的向它循环靠近。所以当你在用愿力去往的路上的时候，我相信都会很幸运，因为那是你想要做的事儿，你中间无论遇到任何的坎坷，你都会有动力去把它迈过去。因为你每天都有很多有兴趣的事情做着，所以你容光焕发，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你也会认真的过着你热气腾腾的生活，然后你一定会感叹一句，哇，我真的好幸运。是的，你总结得好生动。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普通人，我个人没有改变世界的宏愿，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小小的一个明亮的心愿，有可能是我愿我的家人平安，也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在我喜欢的领域扎根，或者是我愿我成为一个更从容更温暖的人，包括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变得更好等等都行。但我觉得朋友们，请不要轻视你心中任何一个真诚的愿，就当你真心的许下它，信任它，它就会开始自动的工作了。就它会帮你转念，在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它会帮你聚焦，把你的注意力从匮乏转向为创造，它会给你能量，吸引来那些能帮助你的人，帮助你的信息。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探讨了幸运的种种面向，其实归根结底，幸运不是一场等待宇宙抽中的彩票，它是你内心深处的心愿，去过往你今年的生活。所以2026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或许你已经去寺庙里边许下了你的心愿，但我请你们记住，最重要的那炷香不在庙里，而在你的心里。最有力的那个愿也不是求来的，是在你生命深处中生长出来的。那希望你能找到它，信任它，然后像对待一颗珍贵的种子一样，用每一天的行动去浇灌它。那你的愿力就是你最大的幸运。朋友们，如果你在2026年感觉自己很顺的话，就是你运气的窗口期，一定要 all in。 对，一定要全力以赴。是的，珍惜机会，顺势而为，在运气到来的时候，你的一点点努力成果可能都会远远超过你平时几年的努力。对的。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好运。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拜拜，拜拜。